路飞的最终形态会是5档吗？细数那些教过路飞的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二本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橡胶果实觉醒以及路飞的5档。在海贼王进入最终章之际，草帽一伙即将面对最强大的对手，路飞实力的继续突破已无悬念。尾田也在漫长的篇幅中留下了许多线索，现在是时候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。回顾路飞成长的过程，其实也是不断开发橡胶果实的过程。从小时候起，路飞就在不断训练，利用自己的橡胶体质进行战斗。橡胶的弹性使他能够自由伸长身体的任何部位，利用反弹的冲击力能够强化自己的攻击，同时身体能够免疫普通的拳头、子弹或者是钝器攻击。由于橡胶是绝缘体，闪电类型的伤害也无法奏效。不过，橡胶的缺点也成为了路飞的缺点，这副身体无法抵抗斩击，同时高温、冰冻也能对其造成伤害。这些缺点也成为路飞能力突破的方向。可以说，遇见难以战胜的对手后，进一步开发橡胶果实的能力，就是路飞变强的过程。漫画387话，路飞首次使用2档，当时草帽一伙在长环岛遭遇青雉，被大将级别的战力彻底碾压。虽然最后青雉因为讨伐克洛克达尔的功绩放了路飞一马，但这件事还是给路飞留下了心理阴影，让他意识到，如果想要保护同伴，就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。有些同伴虽然不厉害，但还是希望他们能跟自己在一起。如果自己不够强大，就会失去他们。抱着这样的信念，草帽一伙在七水之都和司法岛又遇见了强劲的 CP9，路飞终于拿出了新阶段2档。所以这次海军大将青雉是路飞的老师，罗布路奇算是个助教。2档是将双脚变成橡胶泵，提升体内的压力，加速血液的流动，相当于人造高血压。如果是普通人的心脏早就破裂了，但路飞因为是橡胶人体质，所以可以承受。2档下各种招式都会带上 Jet 的词缀，意为喷气喷射，也符合路飞在这个状态下的外貌，皮肤会变得通红并冒出生气。2档最大的特点即是提升了路飞的速度，并让攻势更具冲击力。一开始使用2档时，对体力消耗巨大，甚至有可能影响寿命。但经过2年的修行，路飞已经做到了收放自如，可以直接单手开启2档。后期漫画更是直接省略了橡胶泵的过程。2档的招牌技能为火拳冲，可以理解为带有火焰的橡胶 Jet 手枪的升级版。漫画421话，路飞首次使用3档。其实3档和2档是同一时期开发的招式，都是路飞为了保护同伴而想出来的。在与变成爆人的罗布路奇战斗时，2档已经无法奏效。为了打破对手如铁壁般的防御，路飞必须提升力量。3档骨气球就此登场。顾名思义，3档是将空气吹入骨头的空隙中，使身体像气球一样膨胀，变出堪比巨人族的躯体。这个形态下的招式都带有巨人的词缀，所以路飞的灵感来源应该就是小花园上那2位巨人船长。3档最大的亮点就是堪比巨人的强大力量，但也因此牺牲了速度，只能用于硬碰硬。面对速度稍快的对手就十分棘手。路飞也曾经同时使用2档和3档击败了莫利亚，但对身体消耗极大。早期3档还有个致命缺点，使用后身体会变小，暂时失去战斗能力。不过经过2年的修行，路飞已经克服了这个缺点，并且可以配合武装色霸气，打出力量更加惊人的招式。代表技能夜火拳枪，巨人化版本的火拳冲，一拳将凯多老师轰入大地。漫画784话，路飞首次使用4档。2年修行期间，雷利选择了一座猛兽云集的岛屿来教导路飞霸气。为了击败这些猛兽，路飞必须使用霸气的力量，同时也用霸气开发出了更加强大的招式。4档即是将手臂用武装色硬化，然后将空气吹入，使上半身膨胀并维持武装色，肌肉纹理凸显，同时获得大量弹力，被路飞称为肌肉气球。这个状态下，身体能力全方位提升，拥有超越2档的速度，超越3档的力量，强大的抗打击能力，并且能够利用弹力吸收部分锐气伤害，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状态，但副作用也很剧烈。由于霸气消耗极大，使用4档后会有10分钟的虚弱状态，无法使用霸气，在高手对决中会十分致命。直到目前最新的1037话，路飞都还没有找到克服这个缺点的办法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4档确实是目前橡胶果实开发最好的一个招式了。依据对手特点，4档还有几种衍生形态。第一种弹力人，4档的基础形态，上半身具体，拥有恐怖的怪力，能够在空中飞行。4档第2种形态坦克人，目前只出现了保护版。这个形态下，路飞的防御大幅度强化，甚至可以扛住将星级别的斩击，同时还能将对手的攻击加倍反弹。4档第3种形态蛇人，大幅度提升速度，即便是卡塔库利这样拥有强大见闻色的对手，也无法避开攻击。可以说，路飞为了应对不同对手，开发出了4档的各种形态，其中大部分招式是以猛兽命名，例如圆弯枪、大蛇炮、狮子火箭炮，应该是2年修行期间被路飞殴打过的小动物们集合。以上就是路飞目前战斗使用的3个档位，可以说2档是加压血液，3档是撑开骨骼，4档是强化肌肉，它们各有特点，却都不完美。鬼岛决战碰上凯多这样怪物级别的战力，4档始终没有真正撕开凯多的防御。在即将到来的最终章，路飞可能面对的是黑屋子、伊姆等等强劲的对手，一种更加强大、更加全面的档位也就势在必行了。在之前98卷 SBS 专栏中，尾田就曾经从侧面暗示，路飞正在从4档迈向5档的过渡阶段，几乎相当于承认了5档的存在。
但当时很可能并没有完全构思好。从上面的分析里，我们已经将路飞目前为止的3个档位全部了解清楚，循着这些线索，大胆推测一番5档的形态。严格来说，海贼王的战斗体系分成了2种，第一种战斗体系是以霸气为核心，顶级强者擅长使用3色霸气，顶级剑士能够使用霸气缠绕刀刃变成黑刀，代表人物为卡普、红发、鹰眼。第二种战斗体系是以恶魔果实能力为核心，凭借各种超越人类的强大力量碾压对手，代表人物为赤犬、黄猿、青雉。对路飞来说，合诸国篇已经学会了更高级别的武装色霸气和霸王色霸气缠绕，在霸气这个领域已经触及天花板。如果想要进一步提升力量，就必须要在果实能力方面想办法。恶魔果实觉醒就是非常明确的方向，觉醒是恶魔果实更高一层的境界。就人数来看，甚至比霸王色霸气还要稀有。除了推进成5只玉竹兽外，目前觉醒的果实都是超人系。以多弗朗明哥、卡塔库利为代表的觉醒能力，能够影响周围环境和事物，使其短暂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。以基德、特拉法尔加罗为代表的觉醒能力，则是对自己的能力进一步强化，实现觉醒前无法做到的效果。例如罗觉醒后，手术刀可以贯穿大妈钢铁般的身体。虽然2种觉醒方向不太一样，但本质上都是对自身能力的延伸。那么回到橡胶果实，这个能力最大的特点即是橡胶的弹性。路飞能够利用橡胶的弹力，轰出如同子弹一般的拳头，但却无法像卡尔明哥那样直接将诺团或者细线弹射出去。对路飞来说，橡胶弹力的应用局限在自己的身体。觉醒后，如果将周围环境变成橡胶，并不能直接强化已有的招式，也与路飞的战斗方式不符合。既然这样，如果橡胶果实觉醒，更有可能是对自身的弹力进行强化，并进一步结合霸气，开发出新的档位。2档、3档、4档分别对应的血液、骨骼和肌肉，它们都对身体的消耗极大，也受限于身体承受能力，无法进一步突破。而觉醒后的橡胶果实能够赋予路飞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弹力，使得身体的承受能力再次大大增强。在此基础上，路飞同时对血液、骨骼和肌肉进行强化，就能得到一个兼具2档速度、3档力量的更强形态，并且不再像4档那样因为特殊体型而无法正常移动和站立。从弹力人的肥胖逐渐往超级赛亚人的精瘦发展，外表看起来更加帅气。同时因为弹力已经觉醒，可以自由使用以前的3档、4档时的各种招式，随心所欲地轰出巨人手臂，或者是像蛇人那样生产能够追踪的拳头，也不用再吹气了。觉醒后的橡胶果实让能力者本身就是一团橡胶，无限的弹力能够防御住更强的冲击。如果路飞的对手是号称最强超人系的真正果实，能够扛住震动的橡胶就成为获胜的关键。但这还没完，既然路飞在开发4档时使用的武装色霸气，那么在下一个形态就极有可能用上霸王色的力量。霸王色霸气能够缠绕在攻击中，隔空无视防御造成伤害，并且还带有晕眩效果。这股力量在对抗那些拥有怪物般身体的对手时必不可少。如果说霸气是一种资源，那么霸王色应该也和武装色一样，能够将其体现在身体的变化中。尾田在设计4档时参考了神话中的冥王造型，冥王的形象在不同画作中表现各异，但有2个显著特征是不变的。其一是浑身包裹着绸带般的法器，这点在4档上已经体现。其二就是在背后和身体周围附着的火焰，这点路飞还没有出现，成为一大悬念。有意思的是，在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缠绕刀刃的力量后，我们能看到3把刀身上除了黑色闪电，还出现了火焰般的气息。如果说这股气息就是霸王色霸气的具象化，是不是意味着火焰其实也是霸王色力量的一种体现呢？路飞在经历2年修行后，多次使用了带有火焰的攻击招式，甚至在大海中也能发动火群冲。火能够在水中产生，原本是非常违背常理的，但如果这股力量来自霸王色霸气，一切就说得通了。在与凯多的战斗中，路飞还曾经直接吃了一记热吸，硬是凭借毅力扛住了火焰冲击。如果橡胶果实觉醒后，身体强度再次提高，源自霸王色霸气的火焰力量就有可能维持在身体外围，成为路飞新形态的一部分。造型继续往冥王靠拢，这个像太阳一般的形象，就如同即将到来的世界黎明。而路飞的终极对手将会是代表黑暗力量的黑胡子，以及用黑暗统治笼罩世界的一幕。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路飞果实觉醒与5档的猜想啦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我是朱亚本，下期见啦。